蓝曦臣拔剑格挡，金光瑶忙破门而出。金光瑶，广场之上，四面八方来来往往的人都是金光瑶的模样。聂明觉已经走火入魔了。蓝曦臣心中痛苦万分，想他一开始授予金光瑶清心音，原本是好意，可如今却间接地害了大哥的命。他如今对金光瑶不知抱以什么情感，更是无话可说，心中长叹一声，终是不能释怀。画面又回到了芳菲殿，魏无羡化身的纸片人已经从共情中撤了出来。接着金光瑶去而复返，以封建的随便映照出鞘，纸片人冲出密室，魏无羡成功归位，与蓝忘机前往芳菲殿。众人围观金光瑶打开密室，情愫自刎，夷陵老祖重归于世。随着空间中不知从何而来的声音及书本中配图展现在众人眼前，众人不禁感叹：金光瑶好算计，那时候也只有聂明觉察觉此人有问题，难怪他非死不可。魏无羡一句也不废话，右手在窗棂上一按，身子轻飘飘翻出去，双足沾地疾跑。这时蓝忘机一语不发地追上来了。魏无羡道：你真要跟我一起走？想好了，出了这个门，你的名声就要毁了。蓝曦臣心头发酸，无羡啊无羡，你可知忘机早在13年前为你不惜一切的时候就想好了。两人此时已冲下金陵台，金陵却挡在了他们面前。金陵喝问：你真是魏婴，魏无羡？魏无羡心头一颤，忽地腹中一凉。江厌离大惊，眼泪夺眶而出。金子轩紧握他的手，金陵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一旁的江丰眠、于子渊、江澄也沉浸在一种低落的情绪中，直到听到向谁不好，偏偏要向他舅舅，连捅刀都要捅在同一个地方。江澄脸一黑，你就欠这个，哼！画面一转，就见蓝忘机背着魏无羡御着碧尘离开了金陵台。可没想到的是，当所有人都畏惧他、奉承他的时候，蓝忘机当面痛斥他；而当所有人都唾弃他、痛恨他的时候，蓝忘机却站在了他身边。蓝忘机心头一动，喉头有些发涩，好半晌，他低喃道：我在。翻篇过来的画面又是熟悉的泛黄，这是一大片莲塘，足有数十里，一夜的篇幅不足以成下，景色由近及远。莲花湖碧叶宽大，粉荷亭亭，湖风吹过，花摇叶颤，清新娇美之中还有几分憨态可掬。看到这一幕，在场的江家人面上都泛着异样的光彩，这正是还没有被重建过的莲花坞。画面中几名少年在湖畔恣意追逐飞在天上的纸鸢，欢声笑语，好不快活。魏无羡的风筝已经飞很高，可他还是没有动手挽弓的意思。江澄一咬牙，搭箭阿贤，白羽嗖地射出，那只化成独眼怪模样的风筝被一箭灌没，落了下来。江澄眉头一展，道：中了。随即他道：你的飞了那么远，还射得到吗？魏无羡道：你猜。他这才抽出一支箭，凝神瞄准，弓弦拉满，嘣然松手，中。江澄无意地哼了一声。江厌离一起成群的师弟们窜到九曲莲花廊里，飞檐走壁三五成群的恣意打闹。那时年少，活力尽显。金陵在外看着，目中隐含羡慕之情。故事介绍起于夫人的家世背景。于夫人出身望族梅山于氏，嫁给江丰眠后经常在外夜猎，不怎么爱留居江家的莲花坞。江丰眠紧握他的手，于夫人也回握住他的手。蓝启仁也记得当年紫蜘蛛的风采。修真界有真实力的女子并不多，于子渊修为确实不低。温家以其他世家教导无方，荒废人才为由，要求各家在3日之内，每家派遣至少20名家族子弟赴往岐山，由他们派专人亲自教化。众人听着于夫人数落江澄样样比不过魏无羡，又对江丰眠一阵阴阳怪气的质问，蓝家小辈都惊呆了。毕竟江宗主的狠厉是众所皆知，没想到少时也有被母亲教训的时候。众人跟着画面中的魏无羡与江澄，带着江家其他18位子弟去了岐山。温朝挥手道：现在开始，挨个矫健。聂怀桑当时没去，想着正好趁这次机会看一看究竟。画面一转，魏无羡、蓝忘机、金子轩3人单独出列，3人身后其他各家子弟皆成方阵站立整齐，而3人面前便是温朝趾高气扬的对3人破口大骂。前年岐山温氏的百家清谈大会，
射箭战果最佳的前4名为魏无羡、蓝曦臣、金子轩、蓝忘机。温晁大觉丢脸，因此尤其痛恨这4人。蓝曦臣未能前来，他便揪着其余3人，日日当众责骂，好不威风。最憋屈的要数金子轩，蓝忘机仿佛魂魄出窍一般，心如止水，而魏无羡已经在莲花坞遭遇夫人的花样痛骂数年，压根不把他这点段数放在眼里。金子轩回想起当时的感觉，真叫一个憋屈。于夫人听着这段描述，一脸无语，心道：魏婴这小子又皮痒了。江丰眠似是知道他心中所想，笑着摇了摇头。众小辈们看着画面中反应迥然不同的3人，虽然遭痛骂是挺不爽的，可为何他们忍不住想笑？尤其是看到魏无羡那副吊儿郎当的模样，在场的小辈们都忍不住发出笑声。这日，众人又是大清早便被温氏家仆轰了起来，被驱赶着朝木樨山走去。蓝思追等人激动了，这便是韩光君与魏前辈合力斩杀屠戮玄武的地方。魏无羡发现，虽然蓝忘机尽力走得无异样，可仍能看出他右腿落地比左腿落地要轻。魏无羡放慢速度，落到蓝忘机身边，与他并肩而行，问道：你腿怎么了？江澄此时眉头一挑，冷哼一声：又来了。就见魏无羡刚聊没几句，忽然被前方传来的嬉声笑语勾去了注意力，几名少女出现在画面中。中间那名少女身穿浅绯色的外衫，罩着一层薄纱衣，微风吹拂，纱衣飘曳，身子背影格外好看。又是打情，又是骂俏，众人对魏无羡这年少风流的行径颇为无奈。蓝忘机眉间抽了抽，似乎是想起什么不开心的事，接着同画面中的自己一样低语：玩弄自演。这一句声音极轻，但还是让一旁的蓝曦臣听了去。他抬手轻拍自家胞弟的肩背，蓝启仁嘴角微微抽搐：轻狂！江澄一脸不屑。江澄扯住魏无羡道：你又怎么了？还敢去惹他？没看见他那么讨厌你吗？魏无羡道：他讨厌我没关系啊，我不讨厌他。蓝忘机心头一暖，他想见魏无羡了。于夫人见王灵娇，就气不打一处来，转头问向一旁的江澄：这贱婢也去了？江澄点点头，他也是看到这女人就反胃。金子轩实在忍不住了，冷冷地道：你把我们带到这里来，说是来夜猎妖兽，那么请问究竟是什么妖兽？提早告知我们，也好合力应对。温晁道：不要搞错了，你们只不过是我手下的修士，我才是发出命令的人，我不需要别人来建议我什么。只会作战和调兵遣将的人只有我，能降服妖兽的也只有我。江澄阴沉着脸听着，即便知道这条温狗早已经被他们弄死了，可乍一听这让人作呕的言论，依然想把他拽出来，再让他死一遍。金子轩同样这么想，金陵只觉得自己的父亲很勇敢，下意识都有点自豪了。画面已经来到地洞中，众小辈们都期待着看到传闻中的屠戮玄武。被点到的绵绵忽然发现有2个人岿然不动，他连忙躲到他们身后。这2人正是金子轩与蓝忘机。金子轩扬眉道：够了没有？让旁人给你做肉盾还不够，现在还要活人放血给你当饵。好！金陵在心中喝彩，而金子轩在听到魏无羡心中诧异时，冷冷一哼，心想：哼，你不知道的事还多着了。气氛陡然间火药味十足，温晁勃然大怒，指挥着数名温家修士向金子轩和蓝忘机杀了过去。蓝景以手抓着蓝思追的肩头，一紧张喊了出来：不好，大事不妙！蓝思追紧盯着画面，紧张到说不出话，似是担心一搭话就会错过什么。魏无羡出手如电，瞬息之间便夺剑反杀，一举将温晁制住。他一手擒着温晁，几个起落，跃到深潭之上的一座石岛上。聂怀桑对此频频点头：所谓擒贼先擒王，便是如此了。魏无羡警惕地道：江澄，地动了吗？江澄蓦地大喝道：不是地动了，是你脚下的东西在动。这不是一座岛，而是潜伏沉水在深潭中的一个庞然大物，它现在正在那只妖兽的贝壳上。石岛悬空而起，一个黑黝黝的巨大兽头破水而出。魏无羡道：好大一只王八！这只王八若是砸在莲花坞的教场上，只怕光是那只龟壳就能占满整片演武场。
连带着在外观看的蓝景怡等小辈们都跟着一惊。这屠戮玄武，这个头也太大了。聂怀桑此时非常庆幸自己逃过一劫，而此时聂明觉非常后悔没让聂怀桑去磨练。紧接着一阵混乱，先是魏无羡察觉到这妖兽的势力不好，打算以不变应万变，可温潮吓得当即惊喊出声。魏无羡趁隙抓着温潮纵身一跃，华单手从魏无羡背后袭来，温竹流把温潮抢了过去。所有的温氏门生边后退边瞄准妖兽，介如飞雨，叮叮当当的击打在妖兽的黑鳞甲和龟壳上。